这是一张绘制于1094年的星图。这张图上一共记录了1464颗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全天星图。绘制它的人是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苏颂。在此前1年，苏颂等人制造出世界上第1台天文钟——水运仪象台，这是人类眺望星辰大海、破译时间密码的非凡创造。兼采诸家之言，备存一象之器，共制一台钟。水运仪象台是集天文观测、演示和报时系统为一体的大型自动化天文仪器。它是中国人在天文仪器制造领域最早的探索，激励着后世勇于攀登一座座科学之巅。千载更迭，你们依然执着于探索未来与科技吗？我们仰望星空，畅想未来；我们孕育先机，开创新局；我们对远方的高峰依然踌躇满志，攀登不止。山川思虑清，风云抱怀切。百里现毫厘，万象入眉睫。苏颂在诗中所畅想的万象入眉睫的工作，如今有一群优秀的科学家正在传承和创新。他们通过位于中国贵州平塘县的中国天眼，一个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从宇宙中接收各种无线电波进行分析和判断，为人类的未来寻找更为广袤的可能性。FAST 是一个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单天线望远镜。那么 FAST 实际上是，选取了一种带有创新性的方式，就是它这么大的一个接收面积呢，它把它变成4500面主动可动的反射单元，也就每一面呢都是11米边长的三角形，所以相当于是4000多面天线的协同运动，那么形成一个主焦聚焦的这么一个世界最大的单天线。在天眼之前，其他国家的射电望远镜都只能选择球面或剖面镜，分别接收不同级别的电波。只有天眼解决了球面镜随时变剖面镜这一难点。中国是世界上首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可以保证全天候观测和接收不同级别的宇宙电波。从2020年1月正式运行开始，中国天眼已经发现超过150颗新的脉冲星，曾在60天之内获取了1652个脉冲。中国天眼获取的脉冲数量超过了过去14年全世界科学界所发表的总和。我们主要有5个主要的方向。那么一个是研究宇宙中间的物质的主要组成成分，一个是研究这个就宇宙生命起源的主要组分，然后研究这个具有极高密度和磁场的这个中子星，然后最后就是寻找这个地外文明。好奇心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们仰望头顶的星空，探寻未知的世界，在先人曾经梦想的科学探索之路上不断前行。公元1087年，苏颂组建水运浑仪所，汇集一众精英，商讨制造天文仪器的材料。虽算法精准，仍需先研制模型，待原理实践过后，方可大兴工程。于天道，亦参合不差也。然后可用铜来造新仪。自从人类学会碎木取火，就拥有了应用材料的能力。材料的选择和应用几乎贯穿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进入现代社会，超导体
成为科学家们潜心研究的一种材料。这种材料电阻接近为零，几乎能够无损耗地传输电能。自从1911年被荷兰科学家发现后，超导材料就成为能源、医疗、交通、通讯及国防军工等领域的关键性材料。100多年来，超导材料领域的每一次新发现，几乎都能带来突破性的行业变革。但是材料的成分和结构有数以百亿计的排列组合。要发现具有超导属性的新材料，每一次发现都犹如盲人摸象。比如你说你爬山，你可以说我不知道哪条路上山好，但我们的问题往往可能那个山在不在那儿，我们都不知道。这有个针哈，你得注意这个针和底下这个洞要给它对齐了，否则差一点的话，这针一歪就不对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李世亮，从事超导材料研究已有13年。对于发现新的超导材料，他形容像大海捞针。但是如果能通过认知超导形成的机制，而推导出更多的超导材料，这就意味着科学家们掌握了主动权。同为物理所研究员的刘淼，被李世亮称为物理所的基因学家。2个月前，刘淼搭建出材料基因数据平台。为了检验数据平台预测出的材料属性是否准确，他频繁拜访各个实验室，希望看到计算的结果是否与实验结果匹配。那结构确实和镁硼2非常的类似哈，也是这种层状的。哎，于老师。过来了。对，给你看看我们最近找到的这个材料的列表，我们在找和镁硼2一样的结构，但是化学空间不一样的超导材料。刘淼将一份可能具有超导属性的元素组合列表送给了李世亮，期望通过李世亮验证这组超导的准确性。所以你可以看，这有一个 hot phonon， 这个其实就是它俩之间的 interaction 很强。这个样品是有可能可以去做一做，因为它那个 TC 比较低嘛。贝加合金是刘淼名单里的第35号样品，然而很少有人注意过它的超导性。根据数据平台的计算，这个晶体的超导性能形成的机制有很强的普适性。刘淼希望能在实验中见证它的计算。然后电阻看着也挺像哈，但电阻的噪音有点大。最终肯定还是我们要再测一个抗磁，对，通过抗磁来确认它确实是超导体。电阻为0是超导材料的基本特性之一。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等待后，最终测试结果显示样品存在超导的特性。就是我在已经知道基本物理原理的前提下，我通过超强的计算能力，能够真正对材料的性质直接做出计算。那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对应用角度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么一个进步。大数据平台上每天演算的材料基因有10几万种，在浩瀚的排列组合中寻找具体应用的可能性。而每一种新材料，未来或许都将赋予我们全新的生活体验。超导研究所的探索仍然跑在前沿，超强算力和人工智能的加持将照亮他们在无人区潜心探索的路。改变人类生活的重大材料变革不会轻易出现，而是在这一次次的运算中酝酿着。将算法推演精确地形成书面材料，方可更好地实施执行。子龙，你看一下我写的这本书。世事勿用急于求成，算法先行，或有佳效。我等每一次的精神实验，皆是为了下一次离成果更进一步。在当今数字化、智能化时代，计算能力从未像现在一样引人瞩目。它可以加速合成材料的研发，
从而将我们带入一个全新的世界。40年前，科学家们就意识到，量子计算机可以解决经典计算机无法解决的问题。只是直到今天，如何实现量子计算，仍是一道世界级的难题。北京量子科学信息研究院的金怡荣，已在办公室加班多日。他和团队正在推演超导量子计算机芯片是否能在加大比特数，在增加算力的同时，也能提高量子芯片的容错率。对于实用化的量子计算而言，只有比特数足够多，它才能够产生真正的算力。但是现实就是很打击人的，就是这个退相干时间，原来在单个比特上都是很 OK 的，那比特数一多之后，整体就掉下来了。量子计算机与常规计算机相比，运行速度快，处理信息能力强，而且不存在常规计算机负载越大，运转越慢的现象。量子计算机处理的信息越多，运算能力反而越强。然而，量子其实是一种状态，而并非一种物质。科学家们将量子状态消失的时间称为退相干时间。为了延长这个时间，金怡荣和团队决定尝试用新工艺处理别人几乎没有试过的材料碳，做更为长寿的量子比特。这个问题必须得解决，绝大部分的节点组都是要调的。那我们就把 locking 移出去了，直接接到了那个建筑的那个电源上，但后来发现也没有什么改变。那这个问题还得再核实，等这一轮结果吧，等这轮结果。这个呢，它学名叫希斯制冷机啊，我们的量子芯片就放了这个里面。如果类比经典计算机的话呢，那这个就相当于主机。里面的不确定性太多了，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2周后的一个下午，金怡荣像往常一样走进实验室时，他没有想到，团队实验的退相干时间记录将会被打破。4月30号，我去看了一眼数据，我惊呆了。它的退相干时间远远长于100个微秒。你如果退相干时间足够长，那你把其他方面做好，你就能做到这个更高的这个精度，更高的保真度。在2021年5月初，金怡荣所在的团队研发的长寿命超导量子比特芯片突破500微秒大关，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当时最好的这个报道的记录是那个普林斯顿大学，他们是300多个微秒嘛，那我们做到了500多个微秒。量子科技自从问世以来，就是一座科学界的高峰，引来无数科学家竞逐登攀。它的精准和极速，也将引发智能社会的高速发展。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在想，以后量子计算机可能会应用在医疗，会应用在哪。当它真正出来的时候，真正的这个颠覆性的东西是你想不到的。它涉及到下一代信息技术，关系到国计民生，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个学科，非常重要。量子计算机的成熟应用，或许还需一段路程，但是科学家们探索前行的脚步不会停下。突破材料学的应用难题，不断挑战量子计算的极限数据，是他们的非凡梦想。人们或不明白我们现在所做之事的意义，但后世必将证明其价值。我们看到的是星辰大海，亦是黎民百姓。太阳是地球主要的能量来源。目前人类获取太阳能量的方法是通过光伏技术来收集太阳所散发的热能，转化为电能。然而受限于天气和地理条件，这难以满足社会发展对于巨大能源的需求。
于是，制造一个像太阳一样持续稳定的能量源泉，成为科学家们近1个世纪来所思考的问题。太阳的核心部位是聚变反应，与核电站所运用的核裂变相比，核聚变没有辐射和污染，它释放的能量是核裂变的4倍。核聚变反应所需的元素主要是氘和氚。目前人类已知这2种元素在海水中蕴藏了40万亿吨，但是我们真的能在地球上造出太阳吗？在安徽省合肥市西郊的科学岛上，有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岛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静静地等待开机运行。超岛托卡马克里面真空磁笼子里面装的是上亿朵的等离子体。家庭里面用的日光灯管子里面就是一种等离子体态，但是它的温度很低。这一个等离子体一旦发生聚变，它会产生了巨大的能量，用这个能量去发电，解决人类的终极能源问题。每天，贡献组都要带领团队重复同样的实验。他们的目标是让核聚变可控，并成为可持续发电的清洁能源。这个实验就是在维持聚变反应需要的温度前提下，让聚变的时间不断延长。Hi, Dieter. Yes. Okay, we are ready to fire a shot. At 2.4, you raise the power. Yes. At 2.4 seconds. Yes, yes. 他现在把这个移到1.5秒，我开始有点担心了。今天的实验遇到了问题。几次放电都没有取得理想的数据。What happened? I don't know why, to be honest. 小组成员在寻找解决方案的时候，攻先组等不及，赶到了现场。但是我从信号上看的，你似乎就是开环，哪是闭环？你从那个闭幕上面对吧？闭幕上没任何反应，对不对？没有那个，我知道你讲的意思。我是问你那个贝塔 P 的这个目标量是什么？我现在到这已经做了这3次实验，你连这个目标量都不知道啊？知道。啊，你别跟我笑，你讲2组实验，我把你赶走，我跟你说啊。我们往下走，好吧？放聊了。为了这项实验的设计，他可能花了不止1年，还不仅仅是他一个人，他肯定还是有一个团队。可以说吧，日日夜夜，在多少次讨论，多少次会议，但到实际的实验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You know, for this week is our last week in this campaign. 不断在实验中摸索，几十年如一日地顶着压力前进。以原创性的理论和应用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幸福生活做出贡献，是科学家们最大的工作动力。Is there a problem now or? No, not any problems. Very nice shot. Very nice. Thank you a lot. You're welcome. Very good opportunity. We'll do the best. 不是说任何一个规律的发现都是天才式的，像牛顿一样看到苹果落地，就知道了万有引力。但我相信牛顿在看到苹果之前，可能有过很多的思考，也有很多的积累。我们所经历了4代托克马克，几代人共同的努力，为了这一个梦想，就是要建世界上第一个用聚变发电的电站，让聚变能点亮世界，用到千家万户。2022年5月7日晚间的一次实验中，攻先组团队终于在全超岛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上获得了一个满意的结果，高约束等离子体时间延长到了310秒，综合性能参数提高了2倍。这是目前世界上所有聚变装置中最先突破等离子体的长脉冲高约束稳态运行的大关。每一次实验看似简单，却又意义非凡。依托全超岛托卡马克装置，核聚变发电站工程正在稳步设计开发之中。在数千次试验中积累下来的每一组微小的数字，都可能为我们未来的生活创造幸福。从古至今，正是一次次执着于原创性知识探索的科学登攀，使人类对整个世界运行规律的认知不断深入。
推动了经济社会的重大变革。中国正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为促进人类文明和民众福祉提供不竭的动力。未来，人们看得最远的眼睛，将会观测到何方，细致到何处呢？绿水青山中邂逅，自信的笑容，倒将我也真丰收。书声朗朗的问候，桃李传承着5000年的悠久。幸福中国，万家灯火，每一个窗口都有温暖感受。幸福中国，美好生活，人间处处都是笑语欢歌。生还好用，5年北斗，山川携手，书写青春不朽。